孤身来到僻静处，三姑娘，哎，你小心啊！灯会上被你们抓到的那个，是雇佣安排的替死鬼。他派这个杀手追着你，守株待兔，想抢到潘越之前找到我。多有意思啊！我就站在他面前，他都认不出我。而我想杀的人，一个都跑不了。上官芷没跟你们在一起吗？不是去找你了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被雇佣给骗了，刚才抓的是假孤山，上官芷现在有危险。卓兰江，你召集人手，沿你们来时的方向找，我带人往前找。好。小姐，怎么办？我得拖延时间，才有一线生机。顾山，你以为你掩藏得很好，可是我们早就知道。不可能。你刚到县衙的时候，假装不经意，其实是在打探。可自从出了案子，灯会停办，夜里出来走动的人少了，生意反而冷落了。我们也十分期待大人能尽快抓到凶手。姑娘，这个你就放心吧，我们大人啊，夙夜查案，连去年的案子都查。我们重开灯会，就是为了让你现身。潘大人就在附近，马上就会过来。上官小姐，小姐，上官芷，小姐，姐姐，上官小姐，上官芷。小姐，双双，你见着上官小姐没？上官小姐刚才在这里吃冰饮，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就是刚才点灯仪式那会儿。卷宗上说的是伤口平整，而这一具血肉模糊，并且在伤口附近是肉色，但卷宗上写的是蓝紫色。蓝紫色，冰。难道？双双，你姐姐现在在哪儿？我姐姐说她有事先走，让我在这里看车。行了，你不过在拖延时间，别白费力气了。知道吗？我在银雨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想杀了你。像你这种人，仗着自己有几分权势，
就肆意把别人踩在脚下。你死10000次也不足惜。顾山，你这样做跟你爹有什么区别？你说什么？我知道你在地牢的遭遇，可这不是你杀人的理由。你既然痛恨暴力，为什么要用同样的方式以暴制暴去惩罚别人？闭嘴！你一个自以为是的大小姐，你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。我确实不懂。我相信，很难会有人能够理解，被自己的骨肉至亲憎恨是什么感觉。顾庸是个控制欲极强的人，即使杀人，他也要用血剑这样极致的方式，因为他享受那种在毫厘之间控制一个人生命的快感。他只有你一个女儿，季善堂这么大的基业无子继承，他不甘心，他把你当儿子养，你不肯就范，所以他用那样残忍的方式折磨你，让你屈服。你说的没有错，他从未将我视作亲人，甚至从未将我看作一个人。他逼迫我扮成男子，逼迫我管理季善堂，继承顾家的衣钵。可是我不喜欢，我喜欢漂亮的东西，我喜欢婢女买的香囊，五颜六色的花灯，我喜欢漂亮的衣衫。我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，为什么却成了妄想？命虽然是我的，却由不得我活。别打，别打！跟你爹认个错，一定会原谅你。我没错，我触犯了那条律，那条法。不用，我没错。你无敌生父，错在不孝，怎么没错？别打！求求你，带下去！我求求你了，就跟你生在顾家，你的命就是顾家的。我就是你的律，我就是你的法。我就是你的法。孽种！若不是担心你娘逃出地牢后，你不必冒着风险留在河阳。可是你为什么选择跟在强叔身边呢？他明明是那样一个人，他就是个畜生，自己生活过得不顺，就要回家拿双双撒气。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哭什么哭？他身上站好了，别动，脸上全是伤。让别动，让动！您自己还在哭，还是把仅有的一颗糖给了我。我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他是真的把我当姐姐，所以我必须要保护她。所以趁着灯会忙碌之际，说了让你在强叔的水里下药，趁他到河边，用冰锥仿制的血剑刺入他的天突穴，鲜血涌入喉咙，无法呼吸，所以受害者都是窒息而亡。冰锥寒凉冻伤皮肤，所以伤口周围都呈蓝紫色。而你杀人的时候，都会选择僻静之处，待人发现尸体，冰锥早已融化。这就是你为什么屡次作案，县衙却找不到凶器。从那以后，每到夏至，就会勾起你痛苦的回忆，让你难以抑制心中想要杀人的冲动。所以，只要你看到以大欺小、恃强凌弱的人，
你就会锁定目标，用同样的方式一一将他们杀害。难得啊，难得碰见一个死得明白的人。但我有一件事情不明白，你既然痛恨你爹，为什么要拿走他的水波纹令牌带在身边？你一个将死之人，就不要关心这么多了吧。你以为你在替天行道，可是你跟你爹没有任何区别。你现在就是仗着自己有武功，而我没有，在这里恃强凌弱。你把你的规则强加在我身上，你就是一个可怜的杀人犯。你住嘴！我可怜？你嚣张跋扈、只顾自己的人也配控诉我？我可怜？好啊，那就让我们看看，当你被自己的鲜血呛进喉咙，垂死挣扎的样子有多可怜。去死吧！呀，河边怎么起火了？起火怎么了？就算整个河阳烧了，关我屁事。走了，今晚还有一场赌局呢。青帝，我身体也不舒服，告辞了。姐姐笑什么？走得这么急，看来这出戏唱的并不如他的意。这些男人啊，成天觉得自己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但却不知狂妄只会蒙蔽他们的双眼。堂主，外面什么情况？县衙的人正在满大街找上官芷。我们安排的人怕是露馅了。本来也没指望这个假货能隐瞒多久，看来老八是失手了，小瞧了这个逆子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盯紧潘越，把夫人带来。是。你醒了？江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姐，小姐，可算找到你了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幸好有卓少主在。是你救的我？是你自己明的。那潘大人呢？看着犯人呢，
小姐，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没有长心啊？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也不来关心你一下。难道是梦吗？老实点，别动。你没事吧？可惜我没能亲手杀了你。难道不断杀人，是你想要过的生活吗？雇佣的掌控欲，毁了你之前的人生。你好不容易逃出来，却又陷入杀人这样极端的桎梏。你这样何尝不是一种偏执呢？带他回去。是。雇佣那老小子恐怕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一起押送顾山回去吧。你休息一会儿，再回县衙。阿福，留下保护他。是，少主。后面4个留下，其他人跟我走。堂主，他们抓了顾山。还是按照原计划行事，不能让他活着离开。是。那不是卖冰饮的三姑娘吗？她犯什么事儿了？听说她才是灯会案的真凶，重开灯会就是为了抓她。你们抓了我女儿，我来看看她，不犯怎么办？不会吧？是护堂主的女儿？她怎么会是我？堂主不是只有一个儿子，5年前已经死了。我还在他家那么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女儿？完全没想过这事儿啊！来了那么多人，真是吓死人了。是啊，护堂主居然原来是人家杀呀！真没想到。哎呦，是。为了配作顾家的血脉，我就活该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地牢里，每天被打得体无完肤。对于你来说，若是我不能活成你想要的模样，我就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。顾家没有你这样的废物。我能以女子的身份行走人间，无比畅快。这样活1天，胜过之前活10年。顾堂主，你再也不能控制我。你们2个是护着这个凶手吗？顾山是杀人凶手，他自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可你身为人父，却从未将他视作血亲骨肉，私自囚禁、控制、折磨。在这里，最没有资格教训他的，就是你。再不让开，我不客气了。他来这儿根本不是为了教训我，他
他是怕我说出那枚令牌背后的秘密。你敢！潘大人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这位不可一世的顾堂主，背后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。珊儿，珊儿，娘，你不怕连累你娘，你就说。珊儿，放开我娘！你们这些畜生，放开我娘！顾雍，我劝你不要任意妄为。他是我生出来的，到死都得听我的。我不动手，珊儿，你想想清楚吧，求你，就当为爹娘最后几次孝。啊！你非要顾家给你陪葬吗？娘，放了我娘，我答应你。顾珊，珊儿，你不能像娘一样，永远都被这个人控制。这样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呀？你闭嘴！珊儿，你记住，你永远都是娘最宝贝的孩子，永远都是。顾夫人。顾珊，顾珊，帮内一定还有奸细，你去查一下，记住，不要惊动任何人。是。
姐，你现在的心愿跟那会儿还一样吗？现在嘛，早已由不得我。我只盼着公子能早日回京，顺顺利利的与郡主成婚，了却我家老爷一桩心事，我们潘府啊也能重归祥和。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双双出事了！大人，你也来了。我听说有人闹事，进去看看吧。她是凶手的妹妹，把她这尸体一块扔出去。跟他废什么话？他不搬，我们帮他搬走。走。对，走。都住手！来，快起来。潘大人，走。什么意思？从今日起，这家店为县衙特供兵役。若再有闹事者，一律按妨碍县衙办公论处。这人这怎么办？哎呀，走吧，走。真是。有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抓的凶手都是十恶不赦之人，这样我也不会挣扎和难过。善与恶并非迥然对立，而是一体共生。有的时候，凶手未必是十恶不赦，而死者也未必是十全十美。其实，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只怪物。我们能选择的是，将它培养成猛兽，还是接受它，与它和谐共存。你陪一下双双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有潘大人那句话，以后没人敢闹事了。我只是想姐姐。要哭就哭出来。我跟你差不多大的时候，也失去了家人。那个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了，我也是整夜整夜的哭。但是哭完了，咱们就要自己擦干眼泪，要向前看，咱们得好好活着。我教你一首童谣吧，这是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教给我的。每次我孤独害怕的时候，都会自己哄自己。
金斗鬼，金斗鬼，怕风怕雨怕打雷，半夜起来遇妖怪，4个脑袋3条腿，吓坏我们金斗鬼。嘤嘤嘤嘤嘤嘤，金斗掉了3大杯，天亮推倒衣服架，衣帽掉了一大堆，4个脑袋3条，一起来。金斗鬼，金斗鬼，怕风怕雨怕打雷，半夜起来遇妖怪，4个脑袋3条腿，吓坏我们金斗鬼。嘤嘤嘤嘤嘤嘤，金斗掉了3大杯，天亮推倒衣服架，衣帽掉了一大堆，4个脑袋3条腿，金斗鬼，金斗鬼，怕风怕雨怕打雷，半夜起来妖怪，4个脑袋3条腿，吓坏我们金斗鬼。嘤嘤嘤嘤嘤，金斗掉了3大杯。大人，打开。是你伪造恶胶，引发恐慌，阻挠我们调查灯会案，追查顾山。不错，本以为民情汹涌，便可以阻止你们继续调查。你还是低估了我们的决心。不过我有一个疑问：顾山是你亲生骨肉，你囚禁他，强行改变他，难道就没有一点舐犊之情吗？有，正因为他是顾家血脉，我才想助他成大业。谁知他扶不起，只是个废物。死是他最好的解脱。这只是你所谓的解脱，不是他的。人这一生，活着是一道，死了也是一道，我就图个痛快。不像有些人，为了个不争气的儿子，活得人不人鬼不鬼，那还不如死了呢。顾堂主指的是，说到生死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。若是你能如实回答，我会免你一死。第一，季善堂杀人不仅是为了图财，应是水波纹组织专门用来杀人灭口的势力。我想问，10年前廷尉杨继安一家的死，是否是你所为？是我干的。我带人冒充成山贼，杀了他全家，可惜他女儿跑了。所以也是你在我大婚之时杀了杨采薇，让杀手躲进了生死坊。那个人不是我派的，那就是幕后之人亲自派人动的手。你的令牌上写着数字4，说明还有3个人在你之上，他们是谁？你觉得我会跟你说吗？会。我从你家抄出了账本，上面记录着你杀人卖命所有的证据，
只有你输，才能活。年轻人，你保不了我，你只会让我死得更惨。最后一搏，尚有生机。祭善堂已经覆灭，当然，你也可以一起死。主人，潘越防备严密，没能杀得了顾雍。绝不能让顾雍开口。是。大家辛苦啊！哎，老主播，非常时期，这没有大人手谕，谁都不能进去。即使有大人手谕，进出也是要画押的。我说你小子啊，这新大人才来多久啊？你就一口大人一口大人的，怎么着？那新大人来压我？你可别忘了，这想当年老夫那是前任县令的心腹。那再者说了，我每天来这儿检验犯人名录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哎，不行啊，潘大人的心腹盯着呢，一会儿派人给你送到当房去啊。心腹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这个资历，他在这摆着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哪有钱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这一切为了什么呀？啊，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大人，这些账本都是记录日常的，也没有什么水波纹的线索。放那儿吧。公子，顾雍说要见你。我可以配合你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讲。带我离开河阳，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我答应。你可以说了。在我绝对安全之前，我是不会说的。等我安全了，我会知无不言。大人，顾雍答应吐口了。对，但他有条件，带他离开河阳，保证他的安全。那你打算带他去哪儿？进京，让郡主派人保护他。水波纹的凶手还埋伏在河阳，你这样带他走，就是给他们灭口的机会。顾雍的那些替身还关在县衙里，我打算来个瞒天过海，暗度陈仓。县衙或许还有他们的眼线，调包的时候得小心谨慎。嗯。顾堂主，请画押。请吧。等一下，把顾雍带进来，我有话问他。是，公子。
你跟我们从后门走。顾雍，顾雍，你怎么了？顾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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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波纹，杨什么？杨什么？顾雍。怎么了？我，潘大人，您怎么来了呀？哎呀，这伞怎么弄乱了？这都是公子花了重金给小姐买的，小姐受伤以来可都还没有用过呢。他现在是上官芷，一旦暴露他的身份，危险可能就在身边。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潘大人，今日怎么有空来看上官芷小姐？是县衙里的案子都办完了吗？我刚抓了一只山鸡，晚上在院子里烤着吃。嗯。潘大人是打算留这儿晚上一起吃晚饭吗？不必了。是不是真出什么事了？没有，查到一桩案子，有水波纹的线索。什么案子啊？此案错综复杂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我知道你心系水波纹，放心，有结果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杨采薇变成了上官芷的模样，那躺在冰棺里的是上官芷。路上遇到点意外，我摔了一跤，还好没有误了及时。上官芷假冒杨采薇来到婚礼，却阴差阳错的被水波纹组织所杀。说，这个文令牌到底有什么秘密，值得你不惜杀死自己的骨肉也要保全？谁指使你的？说呀！你得罪了我该得罪的人，你只会让我死得更惨。顾雍，顾雍，顾雍！上官芷命丧异乡，杨采薇险些身死，都是因为水波纹组织。我定要揪出幕后黑手，还他们一个公道。他就要回来了，你们可要快些找。小姐，潘大人查到了水波纹的线索，那你还会回县衙吗？让我走就走，让我回就回，这么没骨气。他又没邀请我，我看他今天就是过来炫耀的，
那我这要是去，岂不是热脸贴冷屁股？不去。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是，小姐。查到一桩案子，有水波纹的线索。哎呀！他不会不来吧？小姐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河阳这么大，自有咱们的去处。哎呀，罢了，韩信都能受胯下之辱，为了查案，我能屈能伸？大爷，你写呀！上官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几天你不在衙门，县衙里死气沉沉的，好生无趣啊。灵儿姑娘呢？说实话，这灵儿姑娘不在，我这饭都吃不香了。是啊，就想灵儿吗？都想，都想。哎，大人呢？哦，大人在二堂呢。这几天他彻夜工作，就等着你回来帮他分担呢。大人，上官小姐求见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大人告诉我案件的进展，不就是想让我来帮忙吗？你多虑了。不过，你既然这么关心案子，让你看一看也无妨。多谢大人。什么大人属下，这么疏远？你也已不是县衙的人，以后不必叫我大人。我知道我不是县衙的人，不用时时刻刻提醒我。看着有些碍眼。是，潘大人看我总是碍眼的。怎么样？案中可看出有什么疑点？
虽然案件很诡异，但是也没看到什么水波纹的线索。犯人沈慈却关在死牢之中。我去看他时，他牢房的墙上画的正是水波纹图案。那他说什么了？他只说待到案子查清，自见分晓。言下之意，他是无辜的，案件另有真相。但他如果真的是无辜的，为什么不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，非要让县衙查个清楚呢？而且，这个案子的重点是如何杀人。他沈慈一介书生是怎么做到让陈父等人目盲，失去神识，还自动跳崖呢？一针见血，不愧是你。你嘲讽我？我是真心的。大人，你既然愿意告诉我水波纹的线索，就不要事事找茬。我这次真是冲着案件回来的，我每日工作完立马离开，绝不叨扰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不过，只要你还活生生的在我面前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查个勾魂案，自己也中邪了？整个案子的起因是山林闹鬼，沈慈失踪。神鬼之说自是无稽之谈，看来还得从源头开始梳理。备车，去新政书院。公子，要不要通知上官小姐？算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她大概要着急回西园吧，不用叫她。哎，等等，要去一起去。嗯。在西园住得惯吗？吃得好，睡得好，不必听人使唤，也不用被人教训，悠闲自在，舒服得很。听说前2天你跟卓少主去码头了？遇到点麻烦。哦，挺好。挺好。我遇到麻烦，你觉得挺好？我是说，麻烦顺利解决了，你又能回来查案，挺好。潘大人，是不是现在我坐在车里，你特别不自在，你没话找话呀？没有，我就是许久未见，关心一下。还昨天见过。不知潘大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陈掌院多礼了。新政书院乃是河阳官学，钟灵毓秀，人才辈出，是河阳读书人心中的圣地。本官一直想来拜访，染染书香文气。大人垂顾，是新政的荣幸。里边请。请。没想到新政书院连仆役都风度不凡。大人谬赞了，都是书院的老人耳濡目染罢了。故使天下之事，亲耳而听。
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见，治世不谋也。故使天下之事亲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见，治世不谋也。请。故使天下之事，这些都是我们书院书生所写的文章，还请大人品鉴一二。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见，字字珠玉，必作鸡池。新政书院果然是不凡的，大人过奖了。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见，治世不谋也。陈trạng元，这篇文章是出自哪位书生之手？天下之事亲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见，治世不谋也。故使天下之事亲耳而听。这位书生，那个想跟你打听一个人。谁啊？你们这之前有一桩鬼火勾魂案，嫌疑人沈慈，你可认识？我不认识，不知道。啊？这间房间为何白日挂着黑布？这是小儿的房间。我听说过令郎的事情，实在是让人遗憾。唉，自小儿目盲之后，神志恍惚，还屈光而行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只有遮上黑布。可否进去一看？啊，请。陈trạng元，上官小姐对巫蛊之术也颇有研究，不如让她也帮忙看一看。哎呀，那太劳烦上官小姐了。请。据我所知，嫌犯是一名书生，目前就关在县衙的大牢里。我想知道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是如何做到这些的？身为儒生，不与怪力乱神，他怎么做到的我不知。但福儿出事的时候，嘴里反复念着他的名字，不是他，还能是谁？可怜福儿生不如死。为了能让福儿有一条活路，我曾数次去牢狱哀求那凶手，求他放福儿一条生路，可他却是铁石心肠，不为所动啊！我觉得这个书院有些怪异。我方才跟那个书生打听的时候，我刚一提到沈慈的名字，他就面色发白，面露恐惧，直接逃走了。应该是有人给他们下了闭口令。大人何出此言？那些书生整齐划一，不像日常之举，而像是事先排演过的。而且，你有没有听到他们所念的文章？天下之事，亲耳而听，重足而立。过秦论。不错。
那篇文章讲的是天下之事只能亲耳听，却闭口不能见言。那谁给他们下了闭口令呢？有可能是沈慈的同窗，也有可能是陈掌院。陈掌院深受其害，按理来说他应该想要查清案子，给沈慈定罪才是，他没有理由这样做吧？大人，咱们去一趟后山吧。鬼林闹鬼，我总觉得不寻常。